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今天呢，终于要来跟大家做第一集的工作 Q&A。跟之前一样呢，我请大家在 Instagram 留言，告诉我你们最想要问我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这边就是已经照着那个赞的次数排名，把大家最想问的前几名截图下来，放在这边。那我们现在就一题一题来回答。第一个留言呢，总共有5个小问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照顺序从这几个小问题来看。第一个小问题呢，是如何面对工作低潮以及突破。我自己觉得啊，就是面对各种低潮，不论是工作、生活、家庭，所有低潮，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为什么你低潮，为什么心情不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在纠结，或者让你心情低落低潮。比如说工作低潮有非常多种，比如说你跟老板或者同事处得不好，或是你觉得你的待遇不够到你应该得到的待遇，或者是你对你工作做的东西内容没有什么兴趣，有很多种不同的低潮的原因。然后我觉得你想要突破，想要找到解决的方法，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先找到那个原因。我自己的经验是，你跟100个朋友诉苦，我觉得都没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自己坐下来好好的想，因为只有你最了解自己嘛。跟自己聊天聊一下，为什么你到底心情不好，然后自己去内心的真的是分析自己低潮的原因。之前大家有追踪我的影片的，可能知道我大概那是几年前，可能3年前的时候，我工作有一个低潮期，然后那时候我的 YouTube 就是没有更新了，好像半年左右。当时我自己工作低潮，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从工作上得到足够的成就感，然后成就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以前大家在学校的时候，你看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就定期会有一个考试，什么期中考、期末考，然后你定期的会从这些考试中间得到一些成就感，或是一些回馈、一些反馈，就是不一定是好的，可是你至少会知道哦，你做的是对，你做的是好，然后你再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这样，那时候的我就是有点觉得我在工作上没有得到我需要的成就感，所以我会有点迷惘，就是不确定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然后我在这个位置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就是我好像没有觉得我从中获得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是我当时低潮的原因。那时候我了解到自己低潮的原因是这个之后，我选择的突破方式就是我换一个工作，我去找一个我好像可以从中间得到成就感的新的工作。也很幸运的就是我换了这个工作之后，的确从这个工作得到蛮多我需要的成就感。就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我做的工作真的是有用的，对这公司有帮助的。这样最重要的事情真的就是你要找到自己为什么低潮的原因，好好的跟自己就是对话一下，了解一下，然后找到原因之后，你其实会很明确的知道到底怎么样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第2题是美国工作经验谈跟第3题是以及和在台湾工作有什么不同呢？这一题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回答，因为我在台湾没有真的正职工作的经验，我只有1学期还是1年的那个实习的经验，所以我可能没办法很精确的去比较，就是美国跟台湾工作不同。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些我自己觉得在美国工作的经验部分，我最喜欢在美国工作的3点。第一点呢，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觉得整体我工作经验下来，一般的美国外商公司工时都是非常的自由，有很高的 flexibility。基本上呢，没有人会管你几点上班，没有人管你几点下班，只要你把你工作的东西做完。像我们以前还在公司上班，还在 office 的时候，可能有些同事他们需要4点就离开家里去接小孩，因为再晚一点可能就塞车，要塞1个小时，所以他可能4点就会离开，然后可能回家弄小孩，然后晚上8点半再回来继续上班，然后把该要做的东西完成。就是没有人会管你几点走几点下班，因为这个就是你把你分内工作做好就 OK。同理，就是如果你今天超忙，比如你加班，你半夜1、2点，你半夜3、4点都还在工作，因为真的做不完，也没有人会说给你加班费，因为这个就是你分内的东西，这就是你要做完的东西。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 flexibility， 因为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调配一些时间。我个人是觉得这种的叫什么方便性工时的这种便利性真的差得非常多。但是我必须说，我之前在台湾实习的那个经验，因为当时我在台湾实习的也是一间外商公司，那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也非常的自由，就是我那时候在台湾实习的时候，同事也都是可能10点、11点上班，然后差不多5、6点就下班，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就是 log in 进来做一点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点，这个工时可能不一定真的是台湾跟美国最大的差异，我觉得反而是比如传统的一些
公司跟那种外商公司中间的差异。这样。第二点，我自己很喜欢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可能不一定是美国，因为我觉得美国这么大，对不对？就是每一区工作的那种经验都不太一样。我以湾区，美国加州湾区这边自己觉得湾区就是真的工作机会非常多。因为我做的是 data science 的相关的工作，那我不确定其他地方，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找过工作，但是在湾区这边真的工作机会非常的多，几乎每个公司都需要有 data 相关的人员，所以基本上你想到的公司，你想要去的公司，比如说你想去 Facebook、Google， 你想要去一些 startup， 你想做 gaming， 你想要做怎么样的公司，就是这边工作机会真的非常的多。工作机会可能是我最舍不得离开湾区，或者舍不得离开美国整个工作环境，最大的原因。第三个呢，我很喜欢在美国工作的原因，这可能也是跟台湾、美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反而是跟就是工作整体，我为什么会喜欢工作，我为什么不想要全职做 YouTube 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去工作。我觉得在工作上会遇到非常多很不一样的人，就是跟你背景差很多的人，尤其在美国这边，可能因为湾区这边真的有太多不一样的人，你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生长背景的人，但是因为工作，所以你们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们会聊天，你会从别人那边得到很多新的刺激、新的知识。如果我不工作，我可能就会交一群很类似的朋友，我们都讨论着很类似的东西。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去社交、去认识新朋友，所以我觉得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强迫自己去学新东西、学新的刺激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刚好在美国又是一个这么文化融合的地方，我觉得，所以我非常喜欢在这边工作。就真的，你到一个地方上班，然后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不一样的刺激，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三个应该就是我自己在美国这样工作经验下来自己最喜欢的3点。然后第4题是如何在繁忙的工作也像 Kelly 一样有自律的生活。首先呢，我觉得我完全不自律，就是我真的不是一个什么很自律的人。然后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强迫自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我觉得该放松就放松，该忙就该忙，该规律就规律，就是也不用说好像你要成为一个很自律的人，我觉得啦。那我们就先说怎么变成一个比较规律的生活好了。我自己的方式，大家可能在 vlog 也有看到，我每天早上起床很习惯，就是会先拿那个 iPad 写一下今天要做的东西。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是要，比如说写一个 journal， 然后弄得很漂亮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要找一个地方，把我脑袋中今天要做很多事情很乱的这种思绪把它丢进去。所以我喜欢把它写出来，今天要做什么，全部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帮助我在一天的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今天大概会长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这样把它写下来，对我来说会更帮助我去想事情，然后去更有系统的去规划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把想要做的东西都写下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保持自己一直怎么说有系统的在做事的方法。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什么很自律或者很规律的人，我只就是喜欢把它写下来，然后尽量可以的话，我就会照着我的 plan 走。所以可能我心中架构的一个图，可能如果100%完成的话，那就是很有规律、很有计划。但通常可能只会完成70%，可是也不错啦，至少也不是0。你们可以跟我一样试试看，就是早上起床先把今天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试试看，就会不会对你们的每天的规划就是更有系统、更规律这样。下一题是刚开始决定到美国工作时的心态如何调整。我一开始其实不是马上决定到美国工作的，我是先到美国读书，然后读完书之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应该也是，就是学生毕业之后会有一个学生工作签证 OPT。然后你拿了这个 OPT 之后，你可以先工作1年，然后再申请一个工作2年，总共3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当时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说，我要留美国工作，好像就是因为大家都留，然后就觉得，其实有1年的工作经验留下来好像也不错，那不然就试试看，反正不喜欢、不习惯、压力太大，就回台湾而已。现在想一想，我好像当时没有特别去什么心态调整，我觉得就是因为决定了留下来试试看，所以去找工作。因为你也去上班了，所以你就自动会调整成可以在这个地方生存的那种心态。第2题是，请问 Kelly 的履历是怎么呈现的呢？那履历的部分我应该不会分享给大家看，我觉得履历也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但是我可以大致上跟大家讲我自己投履历的经验，还有
面试别人的经验，我大部分看到的履历我自己怎么写，然后大家大概都怎么写。那基本上呢，我看过的履历大部分都是一个页的，就是 one page， 就是不会再需要往下滑，你打开就是一页。我自己的履历上呢，整体是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education， 第二个部分是 experience， 第三个部分是 projects， 第4个部分是 skills。education 放的就是你的学历 ，experience 放的就是你目前的工作经验，然后第3个 projects 放的就是你自己一些你觉得比较值得拿出来跟面试官讨论的一些比较大的 projects。skills 的部分呢，就是我自己有整理一些，比如说像会的语言啦，比如说会的一些 tools， 一些工具。然后就是一些技能，你觉得你值得你想拿出来讨论，你觉得跟这份工作相关的，我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变成一个小的区块。如果你已经是有工作经验的话，我会把 project 或是 education 可以往下拿，然后 experience 就是你真的工作经验的部分，可以把它展开讨论的比较多，写更多相关，你觉得跟你现在投的这个职位更符合的一些更相关的一些 projects， 把它特别写出来，因为可能对一些他们想要招有经验的职位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看重，比如你在学校做的 project， 或是一些你的学校可能工作经验更重要，所以你可以自己调配一下不同的顺序。如果你是刚毕业的话，我离刚毕业有点久了，但如果你是刚毕业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学历往上移，然后把学校的 project 写得更跟你想要投的这个职位更相关一点。在美国的履历上是没有放照片的，就是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在台湾投履历的时候，好像印象中是有放照片，但在美国是不用放照片。第3题是想问 Kelly 有没有想过要离职换新工作，有的话又是如何下定决心辞职的呢？我自己有两次跳槽的经验。我觉得在加州湾区这边，其实大家跳槽跟换工作其实还蛮常见的。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朋友的经验都差不多2到3年或者3到5年会至少换1次。通常大家离职的原因，可能第一个就是因为外面机会真的很多，可能就是想试试看不同的公司或不同的产业，想看看别人公司怎么做的，所以你想去跳槽试试看。或者第二个呢，可能是因为薪水或是职位的关系，比如说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个东西，你听说外面的行情非常的好，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公司有点 underpay， 有点钱被付的有点低了，你可能就会想说，你想去跳去外面试试看，看看不同的公司。第3个呢，可能就是剩下大家的，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公司待得不开心，没有成就感，或者觉得自己做的东西不喜欢，就是很多人不开心，所以跳槽。我大概知道，大概就是这3个原因会想要跳槽。对我来说，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下定决心哦，我终于要换了。我好像反而是蛮想去外面试试看，然后所以就是换了一工作这样。第4题是想知道 Kelly 的同事知道你同时在做 YouTuber 吗？会不会造成工作上的观感不佳？有正职的情况还可以接业配跟拿公关品吗？我在我的正职工作上是完全不会去提到我有在做 YouTube 这个东西。有一些同事偶尔好像自己发现的，可能在 YouTube 上滑到，自己从来不会，然后我也不喜欢跟别人在工作上讨论这些东西。觉得会不会造成工作上观感不佳，应该是看你自己对于你本身这个正职工作，你有没有还是好好的把你分内工作做完。像我的老板是知道我有在做 YouTube 这件事情，他就是知道了，然后但是他从来不会问这些东西，至少我从他给我的 feedback 来看，他对我做的东西还是蛮满意的。我觉得当然是如果公司有一些规定的话，你要去遵守，但是如果公司规定都遵守了，老板也没问题，正职工作也做得好，我觉得这几点好像没有特别太大的关联。我觉得有正职跟接业配拿公关品对我来说是两者不相关的东西，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拥有2份工作，然后我都把这2份工作做好，就这样。至少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第5题，想知道 Kelly 如何面对职场竞争的压力和如何 push 自己精进工作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职场竞争的压力其实就是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好的态度去面对这个压力，因为你没办法，这个压力一定在那边，就是别人就是这么认真，你也只能找一个好的态度去消化这个压力，然后去想办法找到好的地方，然后想办法去学习那个人带给你的压力。我自己好像比较少去负面的看待这个压力，我常常都是觉得哇，那个人好强，然后我想要学他，我想跟他一样。我常常都是就是看到别人很强，或者用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想学学看。那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
我觉得网络的力量，好吧，网络的力量，现在网络上都有好多做非常好的教学，我自己都是，比如听到别人讲了一个东西，我可能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可能周末有空的时候，我就来看一下他们讲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慢慢这样去补充，我也不会特别逼自己说，哦，我要学就什么学超多专业知识，我好像也不会，我就是听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也想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用，我也想学看，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小小的补起来，对，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想要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好像不用太害怕说你不知道去哪里学，因为我觉得网络就是最好学习东西的地方。第二题问的是想知道要做 data science 的话，大学科系应该要读什么和接触什么会有帮助，还有请教 Kelly 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的。data science 相关的东西，我想说之后再来找机会再来分享，因为我觉得分享那个压力好大，所以我还要再准备一下。首先 data science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Machine learning, data scientist, data analyst, marketing analyst， 就是超级多的职位都隶属于 data science 的这个部分，好像没办法给你一个很直观的说，哦，你想要做这个话，你要读什么科系？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地方对于某一个职位的需求真的都不一样，所以我会建议你呢，比如说，假设你想要找美国的 data scientist。那你就可以到 LinkedIn， 然后打 data scientist， 然后你打开那些你有兴趣的公司他们在征才的那些 post， 你会发现它里面会写说，他希望你的 degree 是在比如说 statistics， 比如说数学，比如说物理，比如说经济或是相关的领域，你会发现他们会大概列出来他们有兴趣的领域。比如说你对的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有兴趣，你就再收入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然后再看一下他们是想要什么样的学历出来的人。我觉得这样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快，然后最可以知道你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的产业想要找的不同 data science 的职位，想要需求的学历是什么？因为 data science 真的是一个太大太广泛的东西。我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产业的呢？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回想一下，好像当时也是，就是看很多每天在看那些征才的那些文，然后就发现，好像很多人都在找 data scientist 或者 data science 或者 data analyst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就觉得这一块好像是一个蛮有趣的领域。然后我再自己去网络上做功课，看看这个他们到底在做什么东西。越查，觉得好像蛮有兴趣，所以才开始就是我的这一条路这样。像这一题这种问题的话，我会建议你好好的用网络去搜寻一下，你真的比如有兴趣很明确的这个地区的这个职业，然后在 LinkedIn 上稍微看一下别人的这个征才的这叫什么征才的 post 里面写的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人才。如果你想要进这个公司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是要把这些 checklist 完成，这个就是你所需要具备的技能。第7题是想知道 Kelly 平时工作天的作息是怎么样的？平时工作天的作息，我大概是可能8点左右起床。然后看要不要去运动，可能运动加洗澡，可能9点结束完成，然后我就会开始打开电脑，坐在电脑前面写一下我的 journal， 写一下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东西，有什么待办事项。我自己差不多都是10点左右开始有会议，然后开始开会上班，然后中午可能会抓紧时间，可能12点、12点半，有时候1点，然后快速的吃个午餐。有时候有时间可以煮很多好吃，有时候完全没有时间，就是单看当天会议的状况，然后下午就一路开会。大部分我都是可能会议都可能最晚5点、5点半会结束，然后再做一点收尾，然后我就会可能5点半、6点去遛狗，我就带二肥去家里附近走走，然后走了可能半小时、40分钟，然后回家煮饭。回家煮饭可能就是6点半、7点吃。看看我当天煮饭的状况是煮很复杂的东西还是很简单的东西。对，然后吃完饭之后，我可能就在沙发上倒在那边滑手机，可能滑到8点半、9点，然后我就会去洗澡，然后洗完澡就10点，然后再玩一下，比如说拼图啊，或者再玩一下一些手机游戏，滑 Facebook 之类，或是有时候会看一下影集，就是躺在那边这样，就是耍废不动放电。10点半、11点左右，我们就会带狗去他们遛他们的睡前尿尿时间，睡前散步完，差不多就睡觉。所以其实我发现我现在差不多都是12点左右，或甚至12点以前，我就会刷完牙，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再滑最后一次手机这样。第8题是在这个工作之前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工作吗？在台湾的时候有做过一次一个外商公司的实习，我一定忘记是1学期还是1年了，我记忆真的不是很好。然后在现在这份工作之前，我还去了另外一间公司工作。所以可能总共有1
1个实习经验跟2段工作的工作经历。第9题，想问 Kelly 是什么契机进入这一行？工作性质需要很强的 coding 背景才能胜任吗？最近有在考虑转到 data science 的职业道路，可是身边没有这行业的朋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入手的感觉。这一题一样也是 data science 相关的问题，我还是想要比较系统性的在可能另外一集再一起介绍。但这一题呢，我觉得跟刚刚那题其实很像，就是你其实去 LinkedIn 上好好的看那几个 post， 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共通需要要求的一些技能。比如说你可能有兴趣的是 data scientist， 你可能看了15篇 post， 20天之后会发现，他们好像都比较针对 SQL 啦，或是他们都比较针对，比如说统计，就是他们其实在那个 job description 征才的叙述 job description 都会写得非常清楚，他们需要你有什么样的技能，什么样的背景。怎样的人是他们想要找的人才？我也会非常非常建议你们去 LinkedIn 上好好的。我有时候都在 LinkedIn 上花超多时间，就是 LinkedIn 上真的很多东西可以看。比如说这公司他们的这个一样名称的职位，可能他们都在做什么东西啊？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上面真的可以看出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会建议你去 LinkedIn 上好好的晃一下。看一下你有兴趣的这一行，因为 data science 真的太大了。你有兴趣的是哪一个部分、哪一个职位、哪一个地区的这个职位、哪一种公司类别、哪一个产业，你去好好的读一下他们需要的技能、需要的学历、需要的什么样的能力，然后你好好把它记下来，你就会发现，大概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知道说他们都共同需要哪些技能，那这些就是你需要去完成的，可能才能获得这个职位。这样。第10题，找工作时的心态，还有如果在工作上遇到挫折和困境时，例如专业知识会如何排解？我觉得找工作的时候难免会挫折，因为收到拒信，那些拒绝信就是一个会让你心情很不好的事情。其实有时候面试也不是你不会，你其实就是不太熟悉，不太知道这个部分要怎么讲。其实有时候就是你就是靠一直讲、一直讲、一直练习，一直跟别人解释你这个 project 在做什么，用了什么技术，一直跟这个人解释你的背景、你的经验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同一个东西你讲了10次、20次，不然就100次之后，你会变得很熟练，你会知道别人大概都问了什么问题。我懂，就是收到拒绝信会真的心情很差，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你慢慢的一直面5次、10次、20次，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熟练。找工作的时候很挫折，我都是跟自己说，这个就是一时的，你总会遇到一个你刚好都准备好的那个刹那，然后最强的就是表现这样。当然，就是每次你收到拒绝信的时候，你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你觉得可能是哪边讲的不好，你自己好好去改善它。然后每一次面试都把它当成一个练习的机会，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我觉得总会有一天，就是会遇到一个，觉得你表现还不错，然后你刚好也符合他们想要找的人的一个工作机会。对啊，我觉得找工作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挫折。难过，挫折，开心，挫折，然后慢慢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工作上如果遇到一些挫折，比如专业知识那类方面的话，我真的就是一定会好好的在网络上做好很多功课。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我觉得现在网络上真的是网络太强大了，基本上有很多你不会的东西，网络上都好多人已经在讨论、在发问。基本上在网络上，我觉得80%的机会你会找到你想要的解答。专业知识类相关的，我会先确认我自己都网上做过了，我知道我要找什么，我做我的功课，发现真的找不到我要的答案，我才会去可能转身去问一下比较资深的同事，他们遇到这个部分都怎么解决。先做功课，然后确认自己真的找不到，是真的有认真找哦。然后才转身去问比较资深的同事，看他们以他们的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他们会怎么解决这件事。我会建议大家在问比较资深的人事情之前，自己要做好很完整的功课。就你要确保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你随时把这个问题丢到 Google 上，发现第一行就会是解答那种问题。第11题，想问 Kelly 有没有职业倦怠期，怎么克服和度过的？职业倦怠期有啊，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点，就是会觉得每天都在做一样东西，就是好无聊哦。我自己的话，我之前是有时候 manager 会跑来问我们说，你喜欢你做自己现在做的东西吗？有没有想要换看不同的 projects、不同的产品这样？所以刚好我之前都有一些机会可以试试看做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不会一直都在做同一个东西、同一套。不过我觉得，如果你可能真的发现你可能换一个产品，在组里换一点东西做，你也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你觉得就提不起劲，我觉得可能也是时候换个公司，
跳出去外面看看新的世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就是对我来说成就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假设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已经有点不太能满足我的那种成就感那种感觉的话，我就会蛮愿意跳出去外面试试看，看看外面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看看现在整个市场怎么样，就是满足自己的那种新鲜感，然后又可以挑战自己。下一题是想问 Kelly 是怎么分配自己每天的时间，每天都觉得时间不够。我也是，我觉得时间就是，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天黑的好快，然后就觉得哦，怎么一天已经要结束了，我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完。所以呢，我就会跟大家再重申一次，我觉得每天早上先把自己今天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我觉得有时候时间分配不够，或是我突然觉得时间不够用，很多时候都是我忘记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其实要占据，比如说3个小时，然后我竟然没有把这件事情先考虑进去，然后突然要做这件事情，会发现时间不够。我自己觉得每天把它先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OK， 所以我今天要做这10件事情，我大概什么时候会先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稍微有一个这样安排的板块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大部分都会照着自己想要分配的时间走，会比完全不知道今天到底要干嘛的那种慌乱感来的更有办法去好好分配自己的时间。最后一题，湾区工作生活环境压力大吗？会不会想去其他城市发展？我觉得会，就是我蛮想去看别的城市。倒不是因为可能工作或生活环境压力大，单纯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在湾区也生活了几年了，生活5年了。其实蛮想要去换一个新的地方试试看，想看一下别的城市住看别的地方，所以倒不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反而是我觉得就是想要新鲜感，然后想要去别的城市看看的那种感觉。对，但是每次在考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住的时候，都会想但是真的很喜欢加州湾区这边的天气，就是天气非常好，然后没有很常下雨，就是整体很喜欢这边的气候，然后又很喜欢，基本上我朋友大部分都在这边，所以想到要离开也会觉得有点舍不得，然后但是又蛮想要去别的城市尝试看看，所以现在都还有在规划当中，但是还没有特别的确定，或者也没有特别想说要去哪一个地方这样。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工作 Q&A 第1集，感谢大家提供了我这么多题目，我觉得这一次至少我截图的前13个题目基本上都没有太多重复的问题，希望我今天的回答对大家有帮助，有帮大家更了解到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跟一些职场上的小想法。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